未来人在线网络透露3战后的世界巨变。在 TikTok 上，一名自称来自2123年的未来人透露了2024年是否会发生3战，而且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战后世界的变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所说的未来世界虽然过于颠覆认知，但却让人有些迫不及待。那这个未来人到底说了什么呢？未来世界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差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我们曾讲过很多未来人，他们都自称是时空旅行者，通过高科技技术穿越到现在，但时空管理局严格禁止他们透露未来信息。不过这些未来人又总会另辟蹊径，给人们带来很多提示。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未来人，是通过 TikTok 向世人展示未来世界，身份同样十分神秘。讲他之前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未来人尚未经过科学验证，接下来的内容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。由于这位未来人的网名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符号，因此我们为他取一个代号，就是2123。2123告诉人们，第3次世界大战并不会在2024年爆发，时间还比较遥远，但战争总是会降临的。一旦战争开打，就是灾难性的核战争。核战争并不会直接毁灭人类文明，但却会造成各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。在地球数十亿年的历史中，地球生命曾多次遭遇大灭绝。在地球上曾出现的所有物种中，有98%的物种都已经灭绝。最大的根源就是气候变化，比如冰河期的严寒，比如二氧化碳的超标，比如超级火山爆发等等。核战争虽然不会造成文明的毁灭，但其爆炸后产生的尘埃将会飞向大气，遮蔽阳光，造成核冬天。如果核冬天持续时间过长，将很可能导致大量生物灭绝。不过2123告诉人们，人类并没有因此灭绝，反倒是破而后立，创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虽然核战争产生了各种废气和烟尘，会威胁人类健康，但人类设计出的鼻塞罩有效杜绝了烟尘的危害。这样一来，外界的烟尘和细菌就很难侵入人体，大大降低人类患病风险。鼻塞罩的原理是用海绵隔绝灰尘，并套上无毒塑料膜以及杀菌滤镜。虽然鼻塞罩只是一个小小的发明，但却成为人类文明复兴的关键。随后2123还提到了未来的汽车，他表示未来的汽车使用寿命将超过100年，甚至有1000年寿命的汽车出现。同时这些汽车还不用消耗各种能源，这意味着只要拥有一辆汽车，这辈子就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而汽车之所以如此高寿命，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新型原子晶体材料，用这种材料制造的机械零部件几乎永远不会被磨损，所以未来一辆汽车都可以使用几代人。不过未来人们还是会频繁更换汽车，因为潮流、审美、性能都是在变化的，人当然都想追求更好的。除了原子晶体材料，人们还研发出了玻璃金材料，也是一种超长寿命的材料，最高可达2000年。不过玻璃金的出现带给人们的不只是超级耐用的物品，而是一个堪比工业革命的物理突破。因为玻璃金是通过探场物理现场改变引力，从而改变物质结构，造出超耐用的玻璃金。所以未来人们对引力已经可以做到如指必使。那么懂得操控引力的人类又创造出了哪些奇迹呢？2024未来人预言，100年内人类将成功操控引力，一项特别的技术会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。但那时人类已经不在地表活动，这与3战有关吗？未来人说的是什么呢？未来人2123透露，科学家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利国利民的科学技术，比如将种子带上太空，然后再带回地面生长，就会得出各种变异的果树或者农作物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这里面就有引力在作祟。当人类掌握自由改变引力的能力，就有可能按照需求去改变生物生长轨迹。这些在人造引力空间长出来的农作物会生长得更快，果实也会更大。这样一来，饥饿就完全脱离人们的生活，成为一个只存在于历史中的词汇。当然，这里不只是植物，还包括动物。地球上的陆地生物为何不会无休止生长呢？其中就有引力和重力的束缚作用。所以2123说，当人类掌握随意改变引力的能力后，就可以改变动物的成长，比如让小猫变成老虎大小，让蚂蚁变成小猫大小，让大象变成小狗大小。虽然这样做看起来很无聊，但人们的确掌握了这种技术。另外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玻璃金会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。未来人类的房子再也不是小小的100平米，而是上千平米的大平层。这并不是3战导致人口减少，而是因为未来的房子采用半球形化设计，这种房屋可以一体浇筑成型，内部是一层层的房屋，每一层面积都在1000平米左右，甚至可以更大。由于采用玻璃
璃金材质，人们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出现质量问题。2123告诉人们，未来生活中花园已成为家庭的必备，甚至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切生活和娱乐。当人类实现半球形房屋居住之后，山川、河流、草原等等都将回归自然，地球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好。人们一般不会去地表生活，此时的地表被人们称之为古典大陆。只有人们想要去了解前人生活，进行考古工作时，才会返回古典大陆。当然，引力控制技术也被应用于外太空的探索。2123表示，人们已经可以建造飞碟，这并不困难，只要人们努力研究，很快就能实现。未来人们在飞碟中建造了2个重力引力系统，内部是人类适应的重力场，一切都与地球重力无异，这方便人们更好的生活。而飞碟外部则设计了一个调节引力系统，可以控制飞碟的移动方向。同时，人们做到了用引力做动力，只需要安装一套引力装置，就可以让飞碟永久航行。由于这套装置的科技含量太高，2123并没有展开讲述。那么，除了控制引力，未来人们的生活还有哪些变化呢？未来人在线网络自称来自2123年，预言人类即将进入荣耀文明，金钱将失去作用，人类将为了积分而活。这个积分是什么？在物欲被满足后，人类就会有更高的追求，那就是精神层面的享受。而这种追求精神享受的社会，2123将其称为荣耀文化。在荣耀文化的社会中，人们不需要去工作劳动就能获得一切所需要的物质，但想要精神层面的满足，就需要用荣耀积分来兑换。比如你想要当领袖或者国王，也需要荣耀积分达到一定程度。比如你想要更豪华的房子、更潮流的汽车，也需要用荣耀积分兑换。也就是说，未来生活虽然不必再为衣食住行奔波，但想要更好、更奢侈的东西，就需要你做出贡献。那么，如何获得荣耀积分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做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事情，比如科学研发、教书育人、保护地球环境，甚至连扶老奶奶过马路都能获得少量的荣耀积分。这种积分是根植于随身携带的仪器中，只要你做了相应的事情，就会得到积分。而用这种积分，你可以去兑换想要的东西。在未来，金钱已经完全失去作用，你使用荣耀积分就可以兑换更漂亮的房子、更炫酷的汽车，也可以兑换一个特殊的岗位。当然，在岗位上你做的足够出色，也能获得荣耀积分。所以，未来人们追求的就是精神层次的享受，人们的尊重、认可。当然，最高层面的享受就是能青史留名，所以才会有更多人投身于科学创造中去。因为一旦发明出新的东西，就会被写入教科书中，供后人瞻仰。有意思的是，未来的教育也已经发生巨大改变，人们不再是学习各个学科，而是分为学科室、创造室、寝室3大类。学科室是人们学习知识的地方，由于人类已经掌握脑机技术，只需要将信息传输到大脑中，就能获得海量知识，所以在学科室中，人们只需要定期更新即可。其次就是创造室，这是人类学习中比重最大的部分。如果学科室的学习只占10%，那么创造室就是90%，因为人类未来的重心就是不断创造、不断建设更美好的世界。至于最后的寝室，这里很好理解，那就是人类学习生活的地方。虽然知识可以直接传递到大脑中，但人与人的交流还是需要在寝室中学习锻炼。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，不能把某个性格直接植入人体中，这样就扼杀了个性。最后还要提一下未来的婚姻。2123告诉人们，未来人们的婚姻更加自由，你可以是同性恋，也可以是异性恋，没有人会歧视你。不过对于婚姻会被分为3类，一种是支持一夫一妻制的人，他们将得到 A 卡，会在相对分类中寻找伴侣；一种是自由婚姻，可以一夫多妻，也可以一妻多夫，甚至可以多妻多夫相结合，这种人将得到 B 卡，人们将在相对分类中自由组合。还有一种就是独身主义者的 C 卡，不要觉得单身狗可怜，他们只是没有婚姻的名分，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可能更多，毕竟他们不受任何人的束缚。这就是未来人2123讲述的未来，一个荒诞但有趣的故事。如果你身处这样的世界，会选择哪种婚姻卡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